为查出自己得了重度抑郁，他便想以最体面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告别。于是莱拉包下一艘游艇驶向深海，趁着夜深人静，他毫不犹豫地跳进冰冷的大海。这一幕恰好被船长的儿子阿里撞见。起初他以为莱拉只是想下海游泳，直到看见他久久没有浮出水面换气，阿里才猛然察觉不对。他一头扎进海里，奋力营救。此时的莱拉正闭着眼，安静等待生命的终结。可阿里的出现偏偏撕碎了他最后的决心。濒死的绝望让他再没勇气重来一次。可一想到往后还要继续熬着这痛苦的人生，莱拉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，怎么也止不住。篝火在夜里摇曳，映着女孩满是愁绪的脸，像住进了雨的丁香，脆弱的让人心疼。阿里想要安慰，却不敢看她的眼睛，劫后余生的情绪翻涌着。莱拉看着面前局促不安的救命恩人，脑子一热，就做了冲动的决定。内外的篝火烧得格外旺，映得海面都泛着暖光。莱拉和阿里在这片灼热里，暂时忘了各自的困境。第二天醒来，身边的女孩早就没了踪影。他跌跌撞撞冲上甲板，只看见莱拉坐着汽艇远去的背影。老爹告诉儿子，莱拉的父亲把他接走了。再次相见已是8个月后，莱拉的肚子高高隆起，像插着个沉甸甸的秘密。她轻声告诉阿里，这是他们的孩子。可她的抑郁症没好，既没法嫁给阿里，也没力气抚养孩子。阿里看着她眼底的疲惫，瞬间懂了她的言外之意。可当单身爸爸的苦，比阿里想的难得多。曾经那个眉眼干净的帅小伙，没过几年就熬得胡子拉碴，眼角爬满细纹，满身都是沧桑。老爹看着他白天忙餐厅，夜里哄孩子，实在心疼，劝他把孩子送给好人家。阿里的妈生他时难产去世，他太清楚养的孩子有多难。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阿里，太渴望亲人之间的羁绊，这个跟自己有血缘的孩子，说啥也不能舍弃。从那以后，阿里彻底断了对感情的念想，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砸在了儿子身上。他和老爹靠海上餐厅谋生，可婴儿的哭声总让客人心烦。为了留住生意，阿里只能每天带着儿子驾船去小岛过夜。夜里篝火映着父子俩的身影，阿里轻声念着睡前故事，一字一句念了整整7年。小婴儿长成了小男孩。可莱拉的抑郁症像是刻进了基因里。艾菲天生就有自闭症，从不说话也不与人对视。为了防止艾菲走丢或受刺激，每晚睡觉前，阿里都会用柔软的带子轻轻把自己和儿子的手腕系在一起。那细细的带子是怕失去的枷锁，更是父子俩分不开的羁绊。如果说独自照顾一个孩子很难，那么照顾一个自闭患儿就是地狱难度。哪怕是孩子们发出的玩闹声，都会让艾菲受刺激休克晕倒。阿里抱起儿子，搭上车子就前往医院。护士熟练地给艾菲戴上氧气面罩。7年里这个过程重复了无数次，但每一次阿里都感到同样的揪心。医生知道这是无解的医学难题，只能安慰阿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 Çabalıyorum kardeşim ya. Vallahi bak çabalıyorum ya. Çabalıyorum ama yani bir kere olsun gözüme bakmadı benim ya. Bir kere yani bir an, bir saniye lan, bir saniye ya. 善意的谎言不能带来任何改变。这个坚强的男人已经快要人尽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，但阿里并不知道。每当他熟睡后，艾菲都会悄悄坐起来，盯着手机里兔子弹钢琴的视频。音乐是这个封闭世界里唯一能牵住他的光。在海上讨生活本来就不容易，每个来度假的游客都能帮他们缓解拮据的生活。看着艾菲一直在那戳着铅笔，客人的女儿好奇地问他在画什么。困在自己世界里的男孩没有回应，只是一直重复机械的动作。男孩怪异的举动引起了女孩爸爸的注意。Sana söylüyorum. Konuşmuyor musun sen? 看到艾菲始终没有反应，男人拿走小女孩，生气地让在船舱的妻子赶紧出来，他要换条船出海。艾菲虽然说不出话，但急促的呼吸声表明他知道自己又犯错了。阿里刚帮客人把行李搬上岸，就听见男人跟老婆说艾菲是白痴，女儿跟他待在一条船上，说不定会被传染。这话像针一样扎紧阿里的心，哪怕对方一个劲道歉，愤怒还是让他挥出了拳头。他可以受委屈，却不能让儿子被这么糟践，这事成了压垮阿里的一根稻草。 Efe bana bak. Efe. Bir kere bak lan benim suratıma. Hadi be oğlum be. Bir kere bak. Çok mu bir şey istiyorum senden be? 阿里的语气近乎哀求，可艾菲还是无动于衷。儿子就像个填不满的黑洞，习惯了阿里生命中的光和热，害怕再待下去，眼泪会落下。他驾着小船一个人来到无人的海域，现在无需继续假装坚强。阿里终于可以放声哭泣。因为大人晚上警察找上了门，阿里忙着填表，没注意到艾菲悄悄走了出去。男孩漫无目的地逛着，直到听见酒吧里传来钢琴声，才停下脚步。他走进去，
把脸紧紧贴在钢琴上，像是找到了久违的归宿。小手跟着琴声轻轻打拍子。一曲完毕，酒吧里响起掌声。阿里赶紧过来捂住男孩的耳朵，怕他又受刺激。阿里跟钢琴家道歉，说儿子打扰到他了。老费说没事，还提了句爱妃说不定在钢琴上有天赋。阿里把这话记在了心里。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商店，把本来要买食材的钱换成了一架电子琴。尽管老爹一直在抱怨，阿里却跟献宝贝似的，把电子琴放在儿子面前。他鼓励儿子像昨天打拍子那样弹，可不管说得多口干，爱妃还是一个紧戳铅笔。就在阿里以为又失败了的时候，男孩终于伸出手指按了琴键，虽然只是重复一个音符，可阿里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。这是爱妃第一次走出封闭的内心世界，可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。晚上睡得正香的阿里被一只声音吵醒，看清是儿子在弹琴时，阿里鼻子一酸，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。白天还是一个音节的重复，现在爱妃就已经可以弹奏简单的旋律。阿里掀开床单，叫醒熟睡的老爹，示意他看正在弹琴的爱妃。老人先是不可置信，直到慢慢靠近，亲眼看见孙子指尖发出的韵律，老人那颗沉寂的心又活了过来。正常家庭永远无法体会这种心情，巨大的惊喜和感动让他们湿润了眼眶。那一夜的大海格外安静，仿佛不愿打破这美好的一刻。第二天，阿里带着儿子去找老费，兴奋地说昨晚发生的事。老费看他情绪太激动，让他在旁边先等着，接着就开始测试爱妃，从简单的音符到复杂的旋律，只要听一遍，爱妃就能一个音符不差地弹出来。Sen çok şanslı bir babasın biliyorsun değil mi Ali? Sen çık biraz dolaş. Bizim işimiz belli ki çok uzun. 阿里擦了下眼角的泪水，此刻忐忑的心情全部化为喜悦，笼罩多年的阴霾也瞬间消散。上一次这么开心还是在7年前，他跟朋友不停炫耀儿子的钢琴天赋。以前不爱说话的男人，现在变得像个话痨。回到家，他想和老爹一起庆祝，却发现冰箱里什么都没有。老爹眉头紧皱，计算着账单，他们已经要入股付出了。阿里却完全不担心，现在的阿里充满了动力。他不光要扭转家里拮据的经济，还要攒钱为儿子买一架钢琴。大海里有取之不尽的财富，你只需付出辛劳，他自然会给你回馈。只需简单的加工，采集到的藤壶就会变成一笔笔财富。老爹第一次体验数钱的乐趣。爱妃天赋惊人，虽然跟随老费的学习时间并不长，但已经可以让阿里在街坊那里好好炫耀一番。老费跟他分享了个惊人的发现，只见他点开手机，画面里一个小女孩正在熟练地弹琴，弹完之后，男人马上把手机打开。就听了一遍，爱妃居然把整首复杂的曲子都弹出来了。老费说男孩是个有绝对音感的超级天才，爱妃不应该被埋没在这个小地方。他决定让男孩去首都参加音乐会，只要在大家面前展示天赋，爱妃就能被有名的音乐学院破格录取。千言万语都道不尽阿里的感谢，最后只化成一句真诚的上帝保佑你。出门后，他骄傲地跟街坊宣布，爱妃马上要去首都参加音乐表演了。这么多年，阿里的日子有多么不容易，朋友们全都看在眼里。现在他们真心为阿里感到高兴。可命运总喜欢在人最幸福的时候开玩笑。为了给爱妃凑以后上学的钱，年纪大的爷爷经常下海挖藤壶，这让老人的身体一直很疲惫。面对儿子的关心，他总是笑着说没事。他让阿里去船舱检修下设备，他要和老伙计再干个50年。船安静地行驶在蓝色的大海上，没人注意到爱妃的画纸被风吹到了栈道。为了捡回画纸，男孩一步步走进了深海。老爹回头看了下孙子，却发现刚刚爱妃待过的地方只剩下一支铅笔。他赶紧向远处眺望，正好看见在海里扑腾的孙子。老爹急得魂都没了，他来不及通知阿里，第一时间跳进海里救人。可因为年老体衰，外加刚从海底作业回来，他很快就耗尽了力气。等阿里赶到时，只来得及救下儿子，老爹却永远留在了海里。爷爷为了救爱妃没了命，可葬礼上爱妃一滴泪都没掉。路过的亲戚朋友都忍不住多看几眼。儿子的冷漠让阿里彻底绝望了，最亲的人走了都没法触动他。这样的爱妃真的能好起来吗？以前那些幸福的日子远得像场梦。阿里变得比过去更加颓废，隔三差五就把自己灌醉。阿姨实在看不下去，忍不住点醒他。自从葬礼之后，爱妃每天都睡在椅子上。男孩变成这样不是他的错，要是连你都放弃他，这世上还有谁会关心他呢？阿里嘴硬说男孩就该像狮子一样坚强，可看到床上不停抽搐的爱妃，却又忍不住把他搂在怀里安慰。
第二天，老费从伊斯坦布尔打来了电话，2天后有场音乐会，这是艾菲最好的机会。于是阿里花光所有积蓄，带着儿子一路折腾来到首都。他给艾菲准备了一身精致的小礼服，可到了彩排的关键时候，男孩却一个音符都弹不出来。阿里想要干脆放弃回家，老费却愿意担风险，再给艾菲一次机会。正式演出那天，阿里在后台还没忘鼓励儿子，他起身去给艾菲倒水，男孩却在这时站起来，一步步走进了音乐大厅。虽然害怕的连呼吸都困难，艾菲还是勇敢地走到钢琴旁边。阿里在后台着急得不得了，老费举手示意他别慌。在2个男人充满期待的目光中，艾菲轻轻按下了琴键。艾菲并不是没感情的空壳，他只是没法用语言表达。在父亲熟睡的时候，男孩不止一次看着父亲，巴里的期望，他也全都记在心里。Bir kere bak lan benim suratıma. Hadi be oğlum be, bir kere bak. Hadi. Bir kafanı kaldır, bir kere bak bana ya. Bir kere. Çok mu bir şey istiyorum senden?”借着音乐，艾菲把对父亲的依赖和爱传递了出去，纯真的心意变成跳动的音符，打动了现场每个人。演奏结束后，观众席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，而艾菲也快休克了。阿里赶紧冲上去，把儿子抱回后台。Efe, sen yukarıda bana mı baktın yoksa bana mı öyle geldi? He? Ne oldu? 眼泪从阿里眼角滑落，他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，仿佛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。在全球有无数艾菲这样的孩子，愿你们都能像他一样幸运。接下来的日子阴霾散去，迎来平安顺遂的人生。